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，我是依赖。今天来石城渔港的定置网买鱼回家吃。感觉今年的定置网鱼货不多，今天这样的量算不错的。今天有飞鱼、大青鳍、圆花尖、八尖、白带鱼跟河豚。那后面来了几尾大尾的鬼头刀。今年鬼头刀的数量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，平均大小也是逐渐缩小中。所以去年也规定了50公分以下的鬼头刀不能捕捞。如果是鱼头很大、很突出的，就是公的。那我想要买母的。这尾鬼头刀7.5公斤。这里有2尾大的丝身跟竹梭。买了鱼，我在渔港先做放血，看看这样子鱼肉能否比较不酸。鬼头刀的身体很长，但很扁，需要很长的保冰箱才能放得下。在定置网买这尾鱼，1000块台币都不用，非常划算的鱼。但是这么大的鱼处理起来比较麻烦，还好我现在有比较大的冰箱了，所以敢买。我处理过公的、母的鬼头刀，我觉得母的肉质比较细软，油脂好像也多一点，所以我这一次也挑母的。当然有可能只是运气好买到好吃的，有可能同样的鱼下一尾就不好吃了。季节不同，海域不同，都有影响。很多钓鱼相关的服饰上会放鬼头刀做图腾，因为它活着的时候色彩鲜艳亮丽，造型特别，很容易辨认。然后它的爆发力很强，上钩的时候会爆冲，所以很多钓客喜欢那种拉扯感。但是鬼头刀的价格其实很便宜，因为熟食肉很紧又酸。以前产量大的时候都做成鱼丸啊、鱼排啊、炸鱼块这类的食物。那清蒸、干煎这种做法几乎没有。这几年鱼越来越少了，鬼头刀这种以前没人想买的鱼也就逐渐的热门了起来。很多地方都能吃到它的生鱼片，我觉得生食是最适合的吃法。刚刚在渔港已经割鳃放血一次了，回来再用放血桶做一次。那有人问我放血设备要去哪里买，我用的是我自己做的，有装在水龙头上的，或是蓄压桶式的。我总共做了好几个版本。那现在虾皮上也有人仿制了，你们可以去虾皮买，功能都差不多。现在夏天用蓄压桶式的比较好，直接用水龙头的水温度太高，鱼肉会冲坏。用桶子还可以带着走，带去渔港先放好血再带回家。但是它的压力是固定的，鱼小了冲力有点强，鱼大了压力稍显不足。这鱼肚子里面有没消化完的食物，一割开，肠道的消化液就流出来，要赶快拉出来用水冲掉。肠胃里面有细菌，会影响鱼肉的状态。像我这样从排泄口开肚的做法，必然会割到鱼肠，有时候还会割破鱼卵。但我个人没有经常在吃鱼内脏，所以割坏我也不太在乎。那如果想要完整的保留鱼内脏吃的人，建议你从鱼下巴切开。这个是鱼卵，煮熟就是 FB 上发的那个大还丹了。肠胃流出来的东西先刷洗干净，接着再处理鱼。鱼头先切断，不然鱼放不进冰箱里。那有观众问说，鱼头是先切好还是后切好？我觉得都差不多，只要你够熟练，鱼头的那切面是光滑的，没有拉扯到背肉，那熟成的损耗就蛮小的。如果鱼很大，我都偏向熟成前先切头，因为会有很大条的脑天肉，我会把脑天跟脸颊先挖出来吃掉，其他鱼头的部位冷冻起来等煮汤。血块刷洗干净就拿去冰箱吊起来。我来看一下鱼胃里消化一半的东西。这尾鱼已经被吃进去一阵子了，鱼皮都消化掉了。这里面应该是飞鱼啦，这个是飞鱼的尾鳍。飞鱼已经烂了，拿出来不能吃了，但是称重的时候还是要算钱的哦。今天是熟成第6天，要来取肉。这么大的鱼其实可以再继续放下去，但是我摸鱼皮已经有油脂渗出来了，
再放下去，我担心损失掉太多鱼油。鬼头刀本来就是不太油的鱼，它没有什么脂肪需要软化。身体很长的鱼，先切成段再取肉，会容易许多。鬼头刀我没有去鱼鳞，因为鱼皮我不打算吃了，切完整个丢掉。鱼鳞很细小，非常难处理。有很多煮熟没那么好吃的鱼，做成生鱼片就会好吃很多，口感变得比较能接受，再用调味做出各种不同的变化。当然鱼好不好吃是很主观的，有时候跟个人的状态也有关系。像是一直在吃鱼的人，对于鲜味就会有一点麻痹。我之前有去上海5天嘛，原本是想说拍那边的鱼市场，看看有没有一些文化冲击，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与观点。结果去了都没有吃到什么海鲜。那当我回台湾，隔天去南方澳买鱼虾、蛤蜊，晚上随便煮来吃，那一吃下去啊，那种冲击性的鲜味在你脑门爆炸，想说哇塞，这也太好吃了吧。那我突然就觉得呢，我一直很密集的吃海鲜，是不是有点浪费了？太频繁的吃某一种东西，它的边际效益就会逐渐降低。那如果你很久才去吃一次你喜欢的食物，中间都没有吃到的痛苦啊，就会累加在你吃到的快乐之上，这就叫痛快。带着痛苦的快乐可能是最棒的吧。那现在因为要保持发片的频率，冰箱随便都能找到一些鱼虾、透抽、牡蛎什么的，我已经忘记那种强烈的悸动。这个想法可能也可以套用在很多状况下。我去会员家的时候，或是煮给朋友吃的时候，经常会担心自己做的食物不够好，总是没有什么信心呢。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冒牌者现象。我最近看 YT 学到的新名词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干这个的，发自内心的觉得好像比不过别人。我自己煮的东西，自己觉得很好吃呢，是老王卖瓜的心态作祟。但如果吃的人有一段时间没有吃到海鲜了，那海鲜那种独特的鲜甜味，他一定会觉得很棒嘛。那这个当场就会有我前面说的那种加成，那就透懂了。就像你先饿个一整天再吃东西，一定会觉得很好吃的。要那么频繁的吃海鲜，吃到麻痹的人应该不多才对。那很喜欢吃生鱼片又没有经常吃的人，绝对就是我的主力受众了。这鬼头刀我又隔了1天才吃，昨天那些是寄给会员的，我试了一下，7天了肉还是偏酸。我打算用更酸的调味，这样子就不会感觉到鱼肉酸了。所以今天来做秘鲁的国菜 ceviche， 中文应该是叫做酸汁腌生鱼吧。那西班牙在入侵了秘鲁之后带去了柠檬，结合了原本他们生食鱼的习惯，衍生出来的融合性的菜色。那战争跟侵略呢，经常会影响饮食习惯，所以这种风格的做法在整个南美洲都有。最关键的调味就是柠檬，先用很多柠檬汁去泡切成丁的鱼肉，那鱼肉可以切得稍微大块一点，吃起来很爽。我这个碗有点小，再换一个大一点的能充分搅拌。我再加一点马告，加点盐，让鱼肉有一些底味。压碎马告让香气释放出来。柠檬汁可以多放一点，在腌制的过程中，鱼会渗出来一些水分，会冲淡酸味，所以实际上不会很酸。准备一些蔬菜来切丁，要跟鱼肉拌在一起。那至于是什么蔬果呢，就看你爽，但一定要有洋葱跟香菜。不用担心香菜的味道会很奇怪，我太太是不吃香菜的人，但是她敢吃这一道菜，因为柠檬跟洋葱的味道会中和那个香菜的气味，单一食材的味道并不会非常突出，反而能够增加一些层次感。那这种生鱼片的做法还有墨西哥跟萨尔瓦多的版本，我不确定差在哪，反正是行之有年了，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。我之后应该会都做一轮来吃看看。虽然这个是秘鲁的版本，但我加的是墨西哥辣酱，都差不多啦。最后放洋葱并没有特殊的原因，我只是刚刚忘记放了。充分搅拌以后放在冰箱里，
让味道融合在一起。2块腹肉干煎一下，我试一下熟成过的母鬼头刀，肉质上会不会软一些？现在把蔬果类跟鱼肉结合在一起，鱼肉至少要腌30分钟以上，全程都要放在冰箱里。虽然酸可以抑制细菌，但是我不想赌。那因为柠檬酸的作用，鱼肉看起来白白的，吃起来有点像熟了那样。还可以加一点橘子汁，我是加橘酱，甜味跟咸味香气都有。我还加了墨西哥辣酱跟更多柠檬汁，我觉得要再酸一点会好吃得多。也可以放一阵子再吃，让它充分入味。如果要干煎，鱼鳞就不用特别处理了。经过干熟成之后，鱼鳞会紧贴在鱼皮上，加热也没有掉下来。干熟成水分减少，煎个5分钟就能吃了。吃 ceviche 一定要准备玉米脆片，这就是最道地的吃法。玉米片就是他们的主食。你说多利多汁？对啊，对吧？我看也是这种三角形的，但是可能是一般口味。我看他们就是这样，拿那个，然后直接挖这个。哦，对对对，就直接这样挖。鬼头刀被柠檬一泡，肉就变白了。弄点肉。好像蛮好吃的。对。多了我要多的话，看起来真的还不错的样子。那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光吃这个蔬菜的时候，因为我加一些Tabasco，我觉得超辣。只是我把鱼肉加进去之后，现在这样子，我反而觉得不够辣。很好吃，真的。因为本来有点淡，然后这个多利多汁比较咸，刚刚好。因为鱼肉不辣，蔬菜比较辣，就是因为有脆，然后有软，它那个口感的冲击蛮强烈的哦。对，就是拉丁美洲都这样吃啊。是不是要再来点胡椒？我说是不是要来点胡椒啊？你觉得？好吧，够。那先吃这个，然后又简单。